嫡妹抢先一步扑在了那个穷书生的脚下，死活要嫁，逼我把婚约让给他，让我替他去嫁给那个双腿残废、性情暴戾的冲喜王爷。看着嫡妹眼底掩饰不住的狂喜，我便知道他也重生了。他以为前世书生能封王拜相，是因为他命格好，可他不知道前世书生为相是我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而那个他畏之如虎的残废王爷，才是将来的天下之主。南小妹妹，千错万错都是姐姐的错，是我情难自禁，早已入了暗途札纸朱台案件，求妹妹宽宏大量，把这门婚事让给我吧。至于那七王爷的冲喜婚事，你替姐姐去嫁，好不好？我的嫡姐沈白薇，平日里连走路怕踩死蚂蚁都要丫鬟铺着锦缎的娇贵嫡女，此刻正毫无形象地跪在地砖上，死死抱着我的裙摆，哭得梨花带水。侯府的主母，也就是沈白薇的生母王氏，坐在一旁冷着脸端起茶盏，不紧不慢地撇了撇浮沫。南乔，你姐姐既然已经和陆公子有了首尾，咱们侯府总不能出个不知廉耻的女儿。不过是个落魄书生，你让了便让了。至于七王府，那是皇上赐给白薇的婚事，总得有人去。你是庶女，平日里吃府里的用府里的，如今也该是你报恩的时候。父亲也皱着眉，不耐烦地摆摆手。就这么定了，明日便去官府把更帖换换。看着地上哭得眼尾发红，眼底却怎么也掩饰不住一种名为狂喜与算计光芒的沈白薇，我的嘴角几乎要压制不住地扬起来。原来如此，她也重生了。前世沈白薇作为侯府嫡女，顺理成章地嫁给了权倾朝野，但双腿残废、性情暴戾的七王爷萧景砚，而我这个不受宠的庶女，则被胡乱配给了当时穷困潦倒、连赴京赶考的路费都凑不齐的寒门书生陆晏殊。那时的沈白薇多骄傲啊！出嫁那天，拉着我的手，满眼怜悯地说：“妹妹，陆家那个破卧户，连顿白米饭都吃不上，你去了可得多受些苦了。姐姐去了王府，虽说王爷伤了腿，但这泼天的富贵也是你求不来的。可结果呢？七王爷萧景砚的残废不仅没治好，反而性情越来越扭曲，动辄杀人见血。沈白薇在王府受尽折磨，生不如死，最后因为受不了一房接一房的妾室和无休止的家暴，竟然跟个侍卫私奔了，被萧景砚抓回来，活活打断了双腿，扔在乱葬岗喂了野狗。反观我这边，我嫁进陆家，挽起袖子洗手做羹汤，用我的绣品供陆晏殊读出他看不懂的策论，我熬夜点灯为他拆解他写不出的文章，我以他的名义代笔润色，我替他四处走动打点恩师，替他挡下极品婆家的一次次刁难。短短6年，陆晏殊连中3元，一路平步青云，年仅28岁便登上了当朝首辅之位，而我也成了全京城最让人艳羡的一品诰命夫人。我永远忘不了前世我封诰命那天，浑身是伤的沈白薇从乱葬岗讨饭爬回京城，躲在人群中看着我坐在吧台大轿里，风光无限的眼神，那是淬了毒的嫉妒和懊悔。大概她死前的一路都在想，如果当初她没有嫌贫爱富，如果她嫁的是陆晏殊，那个受尽万众瞩目、母仪天下的首辅夫人，是不是就是她了？所以老天爷让她重活一次，她迫不及待的甚至不惜编造出珠胎暗结这种毁人名节的谎话，也要把这只潜力股死死抢回自己手里。他以为只要嫁给陆晏殊就能坐享其成，当上他梦寐以求的首辅夫人，同时还能顺理成章的把七王爷那个火眼旺推给我，让我去替他受那断腿惨死之苦。一石二鸟，算盘打得我在3丈外都听见了。妹妹，算姐姐求你了，你难道眼睁睁看着姐姐去死吗？沈白薇见我不说话，哭得更大声了，手却死死掐住我的手腕，生怕我反悔。我抽出被他掐出红印的手，拿着帕子轻轻按了按并不存在的眼泪，呼通一声跪在主母面前，语气哀切却决绝。既然姐姐与陆公子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妹妹又怎能夺人所爱？七王爷再怎么说也是天家贵籍，能替姐姐分忧，替侯府报恩，是南局的福气。这换亲之事，南局认了。听到我妥协，沈白薇瞬间停止了干嚎，她死死盯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一丝不甘和愤怒。可我不仅没有，反而异常平静。她眼底闪过一丝嘲弄，大概在心里笑我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好妹妹，姐姐会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的。沈白薇破涕为笑，假惺惺的来拉我，我顺势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语气轻柔：姐姐说笑了，既然姐姐如此深爱陆公子，妹妹祝姐姐与陆公子琴瑟和鸣，锁死白头到老。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既然你要去捡那堆烂泥，我不拦着，我还得连夜给你递个铲子。他根本不知道，前世陆晏殊能当上首辅，靠的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才华，而是我沈南桥的步步为营和满腹算计。那是个出了名的干啥啥不行、软饭第一名的废物啊！没了我倒要看看沈白薇怎么把这堆扶不上墙的烂泥糊成大宣朝的首辅。换亲的庚帖刚递去官府，
陆晏殊就急匆匆的来了侯府。他被请到了后花园的凉亭里，此时正是初秋。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如衫，身形消瘦，配上那张清俊的书生脸，倒真有几分怀才不遇的清高模样。前世我就是被他这张脸和满嘴的仁义道德骗了，为他耗尽了青春，直到我大着肚子被他亲自端来的一碗落胎药灌下，我才看清他伪善皮囊下的恶毒。如今再看见这张脸，我只觉得反胃。南乔妹妹，陆晏殊见我路过，急忙迎了上来，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无奈。换亲之时，是我对不住你，可是白薇她性子刚烈，非我不嫁。侯爷又亲口许诺，我一介寒微书生，人微言轻，终究是没法抗拒侯府的安排。他这话说得极其漂亮，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好像他抛弃我这个未婚妻，攀上侯府嫡女，完全是被逼无奈。我轻笑了一声，目光扫过他微微上扬的唇角。陆公子说笑了，姐姐是嫡出，嫁妆丰厚，又如此倾慕于你，你娶了她，日后科考的蟠桃有了着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陆晏殊被我戳中了心事，假面险些挂不住，尴尬的咳嗽了2声。南乔，你果然是在怪我，你这般通情达理，去了七王府那种吃人的地方，你可怎么活呀？若是有朝一日我能金榜题名，定会想办法护你周全。他在给我画饼，哪怕扎了别人，也要在别人心里留下一个深情的种子，这是陆晏殊惯用的伎俩。我退后半步，拉开与他的距离，眉眼冷冽如冰。陆公子慎言，我是陛下赐婚的准王妃，你一个无官无职的白丁，也敢议论天家是非？若是这话传到七王爷耳朵里，你这刚长好的舌头，怕是就保不住了。还望陆公子好自为之，多把心思花在明年的秋晖上，莫要让姐姐失望才好。说罢，我转身就走，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留给他。陆晏殊僵在原地，脸色青白交加。他大概想不通，平日里见到他总是娇羞柔弱的沈南乔，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冷硬刺人？10天后便是大吉之日，平阳侯府同一日嫁出2位女儿，在京城掀起了轩然大波。沈白薇出阁的时辰早，侯府为了给她撑门面，也为了掩盖换亲的流言，给她备了整整64台嫁妆，10里红妆浩浩荡荡的从正门抬了出去。沈白薇一身大红嫁衣，头戴赤金凤冠，被喜婆扶着出府。路过我的院子时，他特意停下脚步，掀开红盖头的一角，得意洋洋地看着我。我正穿着一身暗红色的嫁衣，七王爷刚死过2任未婚妻，据说这是为了辟邪。妹妹，你看姐姐这嫁妆可还气派？沈白薇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报复的快感。陆郎虽然现在清贫，但他腹有诗书气自华，迟早是一飞冲天的龙。而你就去那阴森的王府里，替姐姐去面对那个嗜血的残废吧。你放心，等你死的那天，姐姐和首府大人会替你收尸的。我淡定地给自己戴上一只素银簪子，头都没抬。那妹妹就在这里，提前祝姐姐在陆家每天都有野菜吃，顿顿都有苦水咽了。你死到临头还嘴硬！沈白薇冷哼一声，放下盖头，花枝招展，递上了一顶华贵的大轿。看着他远去的迎亲队伍，我嘴角的笑意彻底绽开。去吧，我的好姐姐，去享受你前世我替你尝过的婆媳恶战，替你受过的柴米枯竭，还要替你面对那个表面书生实则家暴的伪公子吧。半个时辰后，七王府的迎亲队伍到了，没有震天的锣鼓，没有满街的喜气，只有一队穿着玄色飞鱼服、面带金戈杀气的王府府兵和一顶4脚挂着诡异白色红绸的黑金软轿，静静地停在侯府阴暗的后门。一股若有似无的血腥味顺着秋风飘进了我的鼻腔。接亲的管事是个面色惨白的太监，他连个笑脸都没附赠，只用尖细的嗓音喊了一声：“请侧妃娘娘上轿，咱们王爷说了，今儿个不见红不吉利。”周遭的下人们被吓得纷纷后退，连我那个名义上的生父也躲在门后不敢露头。我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所有人都以为我是被当成了牺牲品，送进地狱去等死，但他们不知道，比起虚伪恶心的温水煮青蛙，我更喜欢这摆在明面上刀光剑影的生死局。七王爷萧景砚传闻中那个吃人不秃骨头的暴虐煞星，我掀开轿帘，毫不犹豫地坐进了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起轿吧。我闭上眼睛，手指悄悄抚摸过藏在嫁衣袖口里的一排淬了剧毒的银针。这局棋才刚刚开始。黑金软轿在空荡荡的长街上摇晃，抬轿人的脚步沉重且整齐划一，没有半分喜庆，倒像是在出殡。冷风顺着轿帘的缝隙灌进来，我只觉得指尖发凉。前世我虽是侯府庶女，但在沈白薇那个眼盲心瞎的娘亲的打压下，我早就学会了医术和用毒。侯府里那些意外身亡的刁奴，多半都有我的手笔。如今这副身体虽弱，但脑子里的东西足够我在这吃人的七王府搏一条生路。轿子停下的那一刻，没有喜婆搀扶，没有跨火盆，甚至连个迎亲的鞭炮声都没有。那个面白无须的管事太监冷冷的声音在外头响起：“沈侧妃，自己下来吧，
王爷身子不爽利，在前厅没等着您，这会儿已经在喜房里候着了。那个候字被他咬得格外阴森。我掀开轿帘，映入眼帘的不是张灯结彩的王府，而是一座宛如鬼门关般死寂的庞大府邸。除了几盏幽暗的红灯笼，随处可见的是身披重甲、手按腰刀的府兵。这里每一寸空气都透着肃杀之气，难怪前世沈白薇嫁过来不到3个月就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吵着闹着要私奔。我深吸一口气，没让盖头遮住视线，而是直接将喜帕扯下攥在手里，在一众府兵惊愕的目光中，提起暗红色的嫁衣裙摆，大步流星地跟着管事太监往深院走去。既然是来搏命的，哪还有心思装什么娇柔新娘？喜房设在王府最深处的落雪阁，太监推开门，并没有要跟进去的意思，反而像是躲避瘟神般迅速退后。侧妃娘娘，请吧。门发出沉重的吱呀声，屋内没有点龙凤喜烛，只有微弱的月光透进纸窗，映出满室的清冷。浓郁的药苦味混合着一丝若有似无的血腥气扑面而来。我刚踏进门槛，身后的房门便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死死关上，甚至还落了锁。几乎是同一瞬间，一股凌厉的掌风从阴暗的角落里裹挟着杀气直逼我的面门。我早有防备，身子猛地一矮，顺势在地上滚了一圈，堪堪避开。只听铮的一声脆响，一柄闪着寒光的匕首擦着我的发丝痕，劈在了生父的门板上，连把柄都没入寸血。反应倒是不慢。一道低沉沙哑却透着森冷笑意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我循声望去，月光下，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缓缓转过身来。他穿着一件玄色寝衣，长发未束，随意的散落在肩头。那张脸，哪怕是在幽暗的光线中，也叫人惊艳的倒吸一口凉气。眉目深邃，鼻梁高挺，五官犹如名家雕刻般完美。只可惜那张脸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眉眼间笼罩着一股浓郁的阴鸷和死气。这就是大宣朝的活阎王。七王爷萧景焱曾经鲜衣怒马、战功赫赫的战神皇子，如今双腿残废，被幽禁在这座死气沉沉的王府里苟延残喘。他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另一把精致的匕首，狭长的眸子犹如盯着猎物的毒蛇，死死锁定着我。平阳侯府换亲的事，本王虽不出门，却也听说了。白薇不想死，所以把你这个庶女推出来顶缸。怎么，太子见本王一直死不死，连个像样的刺客都舍不得派你这么个废物来恶心本王？他断定我是太子的细作，毕竟平阳侯是太子的舅舅，而萧景焱的腿，传闻中就是在南疆平叛时中了太子一系暗中设放的毒箭。我慢慢站起身，拍掉裙摆上的灰尘，没有求饶，也没有辩解，而是直直对上他冰冷的目光。王爷说笑了，臣妾是不是太子的细作，王爷难道看不出来吗？我往前走了一步，压低声音，若臣妾真是太子的人，此刻就该跪在地上哭喊冤枉，而不是站在这里和王爷谈一笔改变天下局势的买卖。萧景焱把玩匕首的动作微微一顿，那双幽深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兴味，随后他冷嗤一声：就凭你一个连生母都被主母逼死的侯府庶女，也敢跟本王谈买卖？话音未落，他忽然抬手，原本相隔7、8步的距离，他竟如同鬼魅般从轮椅上飞掠而起，眨眼间便到了我面前，一只冰冷且骨节分明的大手死死钳住了我的脖颈。他并没有残废到不能动用内力，传闻说他双腿齐根折断，只能终身坐在轮椅上，简直是无稽之谈。窒息感瞬间涌卷而来，我被迫仰起头，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他眼底翻涌着实质性的杀气。只要我接下来的半个字不能让他满意，他就会立刻折断我的脖子。我没有挣扎，反而用尽全身力气，从宽大的喜服袖口中划出那枚藏好的银针，不是刺向他，而是刺向了我自己左手手腕的一处穴位。随着银针刺入，一股细微的暖流顺着经脉涌向指尖，我反手一把抓住了他掐住我脖子的手臂，指甲深深嵌入他的脉门。萧景焱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感觉到了王爷的腿不是断了，是中了一种名为南疆血窟的奇毒。我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字句，声音嘶哑却异常坚定：毒素已经蔓延至膝盖以上，每月15月圆之夜，王爷会感受到万蚁噬骨之痛。这种毒，太医院那群庸医束手无策，太子甚至以为王爷活不过今年冲夕。萧景焱的手猛地一颤，钳制我脖颈的力道松了半分，他眼底的杀意没有减退，反而更加浓烈。谁告诉你的？这普天之下知道他中何种毒的人，两只手数得过来，而且全是他的绝对心腹。一个深闺庶女，怎么可能一眼看出他的病症？我强忍着喉咙的剧痛，大口喘息了一口，毫不畏惧地回视他。如果我告诉王爷，我不但知道王爷中了什么毒，我还有把握在这1个月之内控制住毒素不再蔓延，甚至3个月内让王爷重新站起来。王爷信是不信？此言一出，室内的温度仿佛骤降了冰点。萧景焱死死盯着我，
像是在看一个疯子，又像是在审视一件极具危险的奇珍异宝。良久，他忽然松开了手。我跌坐在地上，捂着脖子剧烈的咳嗽起来。萧景砚居高临下的看着我，重新坐回了轮椅上。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洁白的丝帕，慢条斯理的擦着刚才触碰过我的那只手。3个月，他嘴角勾起一抹饥寒的弧度。若是3个月后本王站不起来，你会死得比前2人新娘惨100倍。他们一个被做成了人质，一个被剥了皮做成了屏风。你想选哪种死法？变态，真变态。但越是变态，越说明他足够强大，也足够谨慎。我缓过气来，撑着地站起，毫不在意他话语里的血腥威胁，反而拍了拍衣袖。臣妾若是治好了王爷的腿，王爷又拿什么来换？你敢跟本王谈条件？萧景砚眼神再度变冷。自然。我挺直脊背，语气没有丝毫退缩。臣妾要的很简单：第一，我要王府内宅的掌家之权；第二，我要王爷的一句话，无论未来朝堂如何变幻，王爷若登上那个位置，必须保我一生荣华，不受任何人欺凌，特别是沈白薇和陆晏殊那2个人。萧景砚看着我那双满含野心与算计的眼睛，忽然笑了。那笑声极低，透着一种遇到同类的战术性欣赏。好一个平阳侯府的庶女，野心倒是不小。他将手里的丝帕随手支在大红的喜床上。既然你有这等胆识，本王便给你这个机会。只要你能兑现承诺，你想要的东西，本王连本带利给你。一言为定。我立刻接话。不过，萧景砚话锋一转，目光落在紧闭的房门上。明日回门，本王倒要看看。哼，你这新晋的王府侧妃，怎么应对你那好父亲和好嫡母，还有那个换了亲的嫡姐？他果然什么都知道。看来，即使身居简出，这京城里的风吹草动，全在他这个残疾王爷的监视之下。不劳王爷费心，区区侯府，臣妾还没放在眼里。哼，明日回门，还要劳烦王爷配合臣妾演一出戏才是。我勾唇一笑，上前几步，在拔步床前站定。演戏可以。萧景砚突然伸手，一把将我拽了过去。我猝不及防，整个人跌撞在他坚硬的胸膛上，一股淡淡的冷香混杂着药味瞬间将我包围。他的手揽住我的腰，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挑起我的下巴，声音低哑，近在咫尺。既然结了盟，为了防止明日被人看出破绽，这洞房花烛夜总得留点痕迹吧。我愣住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低头，一口狠狠咬在了我的侧颈上。我倒吸一口凉气，刺痛感瞬间传来。他没有深咬，只在那块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显眼且暧昧的红色齿痕。随后他松开我，眼底闪过一丝恶劣的快意。沈南桥，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语调慵懒中透着致命的危险。记住了，从今天起，你是本王的人。若是让本王发现你有二心，本王会亲自拧下你的脑袋。睡吧。他指了指那张宽大的拔步床，自己则转动轮椅，到了窗边的软榻上，合衣躺下。我摸了摸脖颈上发烫的齿痕，心里暗骂了一声疯子。但不可否认，这一局我赢了。我不仅保住了命，还成功在萧景砚这棵即将参天的大树上砸下了一颗不可撼动的钉子。沈白薇啊，沈白薇，你费尽心机想把我推入火坑，可你不知道，这个火坑里藏着的是足以焚烧整个大宣朝的烈焰，而我将要遇火而行。这一夜，我在那张并不属于我的拔步床上睡得出奇的安稳，直到天光大亮，王府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洛妃娘娘，该起了，侯府派人来接娘娘和王爷回门了。好戏要开场了。平阳侯府门前冷冷清清，连个迎接的下人都没留。显然在我那个好父亲和主母眼里，昨夜被抬进七王府的我，今天能不能竖着出来都是个未知数。就算侥幸活着，也是半死不活的被扔回来，根本不配让他们出门迎接。可偏偏让他们失望了。王府那辆由4匹纯黑汗血宝马拉着的紫檀木宽大马车，稳稳地停在了侯府正门。我穿着一袭云锦苏绣的芍药大红正装，头戴八宝金蕾丝赤金凤冠，在2个嬷嬷的恭敬搀扶下，从容地走下马车。随后，我亲手接过了轮椅的把手，推着一身玄色蟒袍、气质冷厉的萧景砚，在2列带刀悬甲位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迈过了侯府的高门槛。正厅里正上演着一出母女情深的戏码。我的儿啊，你这手怎么都粗糙了？
那陆家竟然让你亲自下厨做羹汤。主母王氏握着沈白薇的手，心疼得直抹眼泪。我抬眼看去，差点没笑出声来。不过短短3天不见，我那位眼高于顶的娇贵嫡姐，整个人仿佛被吸干了精气。她身上穿着的大红回门服虽然是新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料子是最普通的杭绸。更可笑的是，她头上原本插满的珠翠，如今只剩下零星的2只素银簪子。坐在她身旁的陆晏殊，依旧是那副清高孤傲的穷酸打扮，端着茶盏，对王氏的眼泪视若无睹，只微微皱眉道：岳母大人莫怪，小婿家中亲嫔，母亲又是个重规矩的。白薇既然嫁入陆家，自然要守陆家的妇道。不过岳母放心，3日后我便要闭门苦读，备战秋闱。白薇的苦日子也就这几天了。陆晏殊画饼的功夫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沈白薇听到备战秋闱4个字，眼底闪过一丝狂热的希冀，咬着牙对王氏说：母亲，我不苦，陆郎是有大才的，等他高中状元，女儿就是首府，就是天下最尊贵的官太太，这点委屈算什么？我挑了挑眉，推着轮椅的轮子重重碾过门槛，发出咔啦一声脆响。看来姐姐对陆姐夫的才华很有信心啊。清凉带笑的声音在正厅炸开，厅内众人齐刷刷的转头，看到我的那一瞬间，活像是见了鬼。你居然没死！沈白薇猛地站了起来，她目光死死绞在我身上，从我水头及足的翡翠耳环看到我价值连城的云锦宫裙，最后视线猛地定格在我的脖颈上。由于我衣领微微敞开，昨夜萧景砚咬出来的那一圈清晰的红痕赫然暴露在空气中，配上我白里透红的气色，任谁看了都知道，昨晚的洞房花烛夜，我不仅没受酷刑，反而还被狠狠疼爱过。怎么？姐姐很希望我死在王府吗？我推着萧景砚走到大厅中央，居高临下的看着她那张因为嫉妒而微微扭曲的脸。真是不巧，七王爷怜惜我，不仅没舍得动我一根指头，还把王府的中会大权都交给了我。倒是姐姐你，我故意拉长了声音，目光在她那素净的可怜的发髻上转了一圈，假装惊讶道：姐姐出嫁时带了64台嫁妆，光是赤金的头面就有10几套吧。怎么今日回门，寒酸的连我身边的嬷嬷都不如了？沈白薇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她怎么可能告诉我，她新婚第1天，陆晏殊那个奇葩婆婆就以陆家家规严谨，心腹不能太招摇，晏殊读书需要银两打点考官为由，强行把她的嫁妆钥匙给要走了。不仅如此，还一大早把她从热炕上拽起来，让她去井边洗全家的衣服。前世这些苦都是我受的，现在换她去享受这顶级杀猪盘了，滋味如何？放肆！侯爷终于反应过来，见我如此嚣张，一拍桌子，怒喝道：沈南桥，你还有没有规矩了？你姐姐也是你能编排的，还不快给你姐姐赔罪！哼，在他们眼里，就算我没死，我也是那个可以任他们揉捏的庶女。我没动，甚至连脸上的笑意都没减半分，倒是坐在轮椅上一言未发的萧景砚慢条斯理的转动了一下拇指上的墨玉扳指。侯爷好大的威风！萧景砚眼皮都没抬，声音慵懒沙哑，却透着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本王的侧妃，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大呼小叫了？是在斥责他，还是在斥责本王教妻无方啊？他一开口，那股常年带兵杀伐的血腥气便铺天盖地的压了下来。侯爷身子一僵，原本的怒火瞬间被这股寒意浇灭，额头上渗出了冷汗，连忙站起身拱手：王爷息怒，王爷息怒，下官不敢。只是这丫头不懂规矩，本王就是她的规矩。萧景砚轻轻靠在椅背上，修长的手指突然在椅背上重重一扣，砰的一声闷响。刚才还坐在椅子上装清高的陆晏殊，手里端着的粉彩茶盏毫无预兆的炸裂开来，滚烫的茶水混合着碎瓷片，直接溅了他一脸。陆晏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捂着脸从椅子上滚了下来，一缕鲜血顺着他的指缝流下，显然是被瓷片划破了相。陆郎！沈白薇尖叫一声，扑过去抱住他，扭头目眦欲裂地瞪向萧景砚：七王爷，你欺人太甚！陆郎可是举人，你怎敢动用私刑？萧景砚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眼神如看蝼蚁般掠过他们两人。那茶杯自己碎的，与本王何干？他一个连茶杯都端不稳的废物白丁，也配让本王动刑？
满堂死寂，侯爷和主母全都缩在椅子上，半个字都不敢多说。萧景砚活阎王的名声在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陆晏殊疼得浑身发抖，却只能死死咬住嘴唇。那双看着萧景砚狭长眼睛里藏着深深的怨毒和屈辱。我看着地上的陆晏殊，心中畅快无比。前世他总是高高在上的指责我不懂风雅，如今这副狼狈如丧家之犬的模样，真是赏心悦目。眼看火候差不多了，我走上前，假意从袖子里抽出一方帕子，递给沈白薇。姐姐这是干什么？王爷不过是跟姐夫开了个玩笑。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在他耳边悠悠说道：姐姐可得赶紧带姐夫去治治理，万一留了疤，明年的秋位若是过不了，后年的春位考官见了这破相的脸，也是不给放官的。沈白薇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我。你有什么？他一把打开我的手，像护食的母鸡一样护着陆晏殊，眼底闪烁着癫狂的自信。陆郎才高八斗，他写的策论连大儒都拍案叫绝，区区秋闱，他定能拔得头筹。沈南桥，你别得意的太早，你那个残废王爷活不了多久了。等陆郎金榜题名，位极人臣，我要你跪着来求我。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前世那些让大儒拍案叫绝的策论，哪一篇不是我字字泣血，查阅无数孤本给他代笔写出来的？他以为重活一世，抢走了一个名叫陆晏殊的壳子，就能抢走首府的才华吗？那妹妹就拭目以待了。我轻轻笑了起来，眉眼间全是真诚的怜悯。那姐姐可千万砸锅卖铁，也得给姐夫买最好的参汤补身子呀。毕竟他可是你这辈子唯一翻盘的筹码了。说完，我不再看地上这对极品男女，转身回到萧景砚身侧。王爷，这侯府的茶太糙，臣妾喝不惯，咱们回府吧。萧景砚深深看了我一眼，似乎看穿了我眼底的算计和借刀杀人的快意。他没有戳破，反而破天荒地伸出手，握住了我搭在轮椅上的手。好，回府。玄甲未开道，我们夫妻俩在这场鸡飞狗跳的回门宴中，连饭都没吃一口，便高调离去，只留下沈白薇抱着哀嚎的陆晏殊和一地狼藉的平阳侯府。回到马车上，离开了侯府的视线。萧景砚立刻松开了我的手，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生人勿近的模样。他拿出一块帕子，又擦了擦手，仿佛刚才碰了我是一件极其难以忍受的事。戏演完了，沈南桥。他靠在垫子上，目光锐利如刀。你似乎对那个穷书生有极大的敌意，不仅仅是因为你姐姐抢了你的婚事那么简单吧？我微微一怔，随即从包袱里拿出一套卷好的银针，在马车的小脊上铺开。王爷多虑了，我只是个看不得别人好过的恶毒庶女罢了。我低着头整理银针，避开了他的视线。王爷若是不信，大可派人去查。不过现在王爷该兑现您的承诺，让我看看您的腿了。萧景砚盯着我看了半晌，见我不愿多说，便冷笑一声，极其配合地挽起了玄色蟒袍的裤腿。当看到他双腿的那一瞬间，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双腿的膝盖以下竟已经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黑色，皮肤下血管暴突，仿佛有无数条细小的黑色虫子在里面蠕动。难怪太医院的人说他残废了。这种南疆血窟毒性发作时，不仅会让人失去知觉，更会带来比凌迟还要痛苦的折磨。强行调动内力，震碎茶杯，这份隐忍和毅力，陆晏殊那个废物给他提鞋都不配。怎么这就怕了？太医院那些老东西看了一眼，连药香都吓掉了。你若是不行，现在跪下磕头，本王赏你个痛快。我没有说话，只是抽出最长的一根银针，在烛火上烤了烤。王爷忍着点儿，可能会有些疼。话音刚落，我手中的银针已经快准狠地扎入了他大腿的血海穴。萧景砚闷哼一声，双拳猛地攥紧，手背上青筋暴起，但他却硬是没有喊出一声痛。我看着他额头瞬间渗出的冷汗，心中不知为何竟生出一丝奇异的同盟之意。沈白薇，你看好了，你眼里那个只会家暴的残废煞星，实则是条潜龙，而你当做宝贝抢走的那个穷书生，马上就要在2个月后的秋季大考里原形毕露了。秋位放榜那日，我定要送你们一份大礼。转眼间已是金秋9月，3年一届的秋闱大考如期而至。这几个月来，整个京城都在议论纷纷，一半是在议论那个传闻中活不过中秋的活阎王七王爷萧景砚，不仅没死，反而还破天荒地跟那位梯嫁过去的庶女侧妃举案齐眉，甚至把王府的钟馗大权都交给了他。另一半则是在津津乐道平阳侯府那位放着金龟婿不要，非要下嫁给一个穷酸书生陆晏殊的嫡女沈白薇。据说为了供陆晏殊备考，沈白薇不仅当掉了大半的陪嫁首饰，甚至还被他那个刻薄的婆母逼着每天和城南的洗衣妇抢井水，一双手生
生泡出了冻疮，但我知道沈白薇根本不在乎这些，她每天都在做着首辅夫人的美梦，逢人便夸海口，说他家陆郎今年秋闱必定高中解元，连皇上都会亲自召见。今日便是秋闱放榜的日子，宫院外的长街上早已经被看榜的学子和家属围得水泄不通。我坐在七王府的高大马车里，停在这条街最隐蔽的长巷尽头，掀开一点点车帘，冷眼看着宫院门口那块巨大的红榜。马车里弥漫着浓郁的药香，坐在我对面的萧景砚正闭着眼睛，双腿浸泡在一个散发着刺鼻气味的黑色药桶里。这几个月，我每隔3天便要用剧毒药浴为他逼出南疆血窟的毒素，过程犹如剔骨剜肉，但他从未喊过一声痛，甚至连眉头都未曾皱过一下。此刻，他那原本青黑坏死的皮肤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肤色，虽然还不能长时间站立，但经脉中的内力已经可以慢慢运转。这么有兴致来看戏？萧景砚缓缓睁开那双狭长深邃的眼睛，透过车帘的缝隙瞥了一眼远处拥挤的人群。你那个好姐夫，若是高中了，你那嫡姐尾巴岂不是要翘到天上去了？他语气里带着一丝戏谑，似乎在试探我。我轻笑一声，放下车帘，转过头去替他往药桶里加了一勺滚烫的药汁。王爷说笑了，若是他那种连策论13篇都背不全的草包能高中，那大宣朝的科举怕是早就烂透了。萧景砚眉梢微挑，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的金光。看来你对他的底细知道得很清楚。何止清楚？我端坐在软垫上，给自己倒了杯茶，眼底闪过一丝嘲弄。他这大半年来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不知从哪儿抄录的陈坛滥调，连破题都破不明白。姐姐信誓旦旦地说他有经世之才，不过是因为前世……不过是因为他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罢了。前世为了让陆晏殊在秋闱中脱颖而出，我散尽了自己偷偷攒下的私房钱，买通了京中落榜的老秀才，为他润色文章，甚至亲自熬夜钻研历年主考官的喜好，逼着他死记硬背下我为他量身定做的策论。不仅如此，我还利用了我在侯府做庶女时偷听到的朝堂风向，押中了一道关于治水的考题。没有这些，凭陆晏殊那个脑袋里装满风花雪月和酸腐臭气的浆糊，他连个秀才都未必考得上，还妄想中举，痴人说梦。那本王就陪你看看这出好戏。萧景砚闭上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他并不在乎一个穷书生的死活，他在乎的是这段时间里，因为陆晏殊深陷泥潭的平阳侯府，已经渐渐露出了和太子一党勾结的马脚，而这正中他的下怀。贡院的铜锣敲响了3声，暴露的官差手里拿着大红喜报，开始大声念唱上榜的名单。捷报！会稽县李明远老爷高中人诞科解元。随着名字一个个爆出，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狂喜的欢呼和痛哭流涕的哀嚎。我透过缝隙死死盯着站在人群最前方的沈白薇，她今日特意穿了一身鲜亮的玫瑰紫装花缎袄裙，只可惜那料子显然是旧的，上面还沾染着洗不掉的油渍。她神情激动，双手攥在胸前，眼睛瞪得像铜铃，死死盯着那张红榜，嘴里念念有词。陆晏殊则背着手站在她身旁，虽然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清高模样，但微微发抖的双腿和额角豆大的汗珠还是出卖了他此刻的紧张。在他们身后还跟着那个耀武扬威的极品婆婆陆母。报第50名，报第100名，报第200名。榜尾。直到最后一个名字被扯着嗓子念完，官差开始收拾红榜，准备封榜。整个过程足足念了半个时辰，没有陆晏殊的名字，连个榜尾的同名替补都没有。贡院门口突然陷入了一阵诡异的死寂，沈白薇的身子猛地僵住了，她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转变为一种不可置信的呆滞，甚至因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快步冲上前去，一把揪住那个正在卷榜单的官差。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是不是漏掉了？我夫君叫陆晏殊，平阳侯府的女婿陆晏殊，他怎么可能落榜？他写的文章连大儒都夸赞过，他应该是解元，是状元之才啊！他尖锐的嘶喊声在人群中格外刺耳。那官差被他扯得一个踉跄，顿时大怒，一把将他推开。哪里来的疯婆娘？红榜之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家男人若是觉得评卷有误，大可去礼部击鼓鸣冤，在这贡院门口撒什么野？别妨碍大爷们办事！沈白薇被推得摔倒在地，发髻散乱，她没有感觉到疼，只是像丢了魂一样，连滚带爬的凑到那张还未完全卷起的红榜前，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着上面的名字。没有，真的没有。她的声音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在地上，整个人仿佛瞬间被抽干了力气，瘫坐在地。不可能的，前世陆晏殊明明是连中3元，直接被皇上钦点入翰林的。他明明是未来的大宣朝首辅，这一世他连秋闱都过不去。为什么？到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陆母一边骂，一边毫不顾忌形象的上去揪沈白薇的头发。如果是以前的沈白薇，作为高高在上的侯府嫡女，随便拿出一把散碎银子就能扇肿这个刁妇的脸。可现在，她所有的嫁妆都在这大半年里被陆晏殊以买绝版古籍、打点考官、疏通关系的借口骗了个精光，连她最后一支金钗都被陆母抢去换了酒肉。娘，别打了，这不关白薇的事，是那些考官有眼无珠，是这场考试有猫腻。被打击的面色惨白的陆晏殊此刻终于反应过来，他不仅没有反省自己那狗屁不通的文章，反而将一切归咎于科场不公。他嫌恶地瞥了一眼被按在地上打的沈白薇，甚至没有伸手去拉他一把，而是转身对着周围的人群大声疾呼：诸位学子，诸位学子，我陆某人才高八斗，却被这等阿谀奉承之辈挤下榜单，这科举必定有舞弊，我要去顺天府告御状。他这副输不起还狂妄自大的嘴脸，顿时引来了周围学子们的哄堂大笑。拉倒吧你，陆晏殊，你先前在诗会上连首完整的绝句都做不出来，就你那狗爬的字和错漏百出的策论，还才高八斗，别输不起在这丢人现眼了，赶紧回家闭门思过吧。一片嘲笑和唾骂声中，陆晏殊的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紫，最后竟是直接气得一口气没提上来，喷出了一口鲜血，直直地倒在了贡院门口。晏殊，我的儿啊！陆母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得打沈白薇了，扑上去抱住陆晏殊干嚎。看着这出闹剧，我坐在马车里，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前世陆晏殊确实也因为别人嘲笑他出身而口吐鲜血，但那一次是我不顾一切的背着他在大雨中找大夫，是我变卖了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块玉佩给他买人参吊命，更是我在他醒来后通宵达旦的开解他，为他重拾信心。这一世我袖手旁观，没了我的心血和谋划，他陆晏殊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连这秋闱的落榜都只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而已。笑够了吗？低沉沙哑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不知何时，萧景砚已经从药浴桶里出来。她随意披了一件宽大的玄色睡袍，长发沾着水汽，正用一种令人战栗的深邃目光凝视着我。那目光中不再是单纯的试探，而多了一丝探究和不易察觉的赞赏。王爷觉得这场戏好不好看？我收起笑意，毫不避讳地迎上他的目光。很好看。萧景砚突然轻身靠了过来，他身上浓郁的药香和独特的男性气息瞬间侵占了我的呼吸。他伸出依旧修长冰冷的手指，轻轻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但本王更好奇，你既然有算准他会落榜的本事，那你有没有算准太子下一步会怎么走？他话音刚落，马车外长街的尽头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整齐的马蹄声和甲胄摩擦的狰鸣。我透过缝隙看去，只见一对穿着东宫服饰的东宫卫正粗暴地推开人群，直直地朝着倒在地上的陆晏殊和沈白薇走去。领头的正是太子身边最得脸的太监总管，他手里拿着一卷明黄色的懿旨，尖细的嗓音在吵嚷的长街上骤然炸响。传太子殿下口谕，平阳侯府嫡长女沈白薇接旨。剧情开始不受沈白薇控制地走向深渊了。我感觉到了萧景砚捏着我下巴的手指微微用力，他的眼神变得极度危险。你猜？萧景砚薄唇贴在我的耳畔，声音冷酷的如同地狱爬出来的恶鬼。太子在这个时候找上那个蠢货，是为了用来恶心谁的？我没有躲避他的触碰，反手握住了他的手腕，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不管是恶心谁，王爷，他们急了，只要他们敢伸爪子，我们就剁了这双爪子。一场以科考为引，真正的朝堂风暴终于被卷起来了。贡院门口的闹剧以东宫太监总管的一道口谕戛然而止。沈白薇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顾不上散乱的头发和脸上的巴掌印，连滚带爬的跪在太监脚边接旨。而那原本喷出一口老血已经昏死过去的陆晏殊，此刻竟也奇迹般的悠悠转醒，挣扎着爬起来，眼中闪烁着狂热的野心。太子的口谕很简单，念陆晏殊才华横溢，此次落榜实属科场不公，特召其入东宫，暂领一个处理文书的8品闲差。对普通人来说，这无疑是天下掉馅饼，但坐在马车里的我却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阴谋与血腥味。前世因为我的步步筹谋，陆晏殊堂堂正正考中了解元，根本没有这出被太子破格提拔的戏码。如今他落了榜，非但没有被打入尘埃，反而被太子这条盘踞在朝堂的毒蛇盯上了。怎么还没看明白？身后的萧景砚不知何时已经穿戴整齐，一身玄色暗纹锦袍衬得他越发深不可测。他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中那把从不离身的黑金匕首，语气冰冷如霜。太子那个蠢货，自己手下没人用了，竟然连这种废物也收。不过他看中的可不是陆晏殊的才华，而是你这位好姐夫平阳侯府女婿的身份。我深以为然的冷笑一声。平阳侯虽然是太子的舅舅，但近年来一直左右逢源，华不留手。太子召陆晏殊入东宫，一是把他当成一条能随时舍弃的狗，用来牵制平阳侯；二是这条狗刚好可以用来咬我们七王府。毕竟陆晏殊那所谓的经世之才，在那些看过他破文章的考官眼里，简直是个笑话。太子把他安插在身边，迟早会有一场大戏要唱。但我万万没想到，这条狗竟然连1个月都熬不住，就迫不及待地跑来我面前狂吠了。半个月后，
后，七王府后赵房的偏门，我刚查完王府这个月的账本，正准备回落雪阁给萧景砚准备新一轮的药浴，贴身丫鬟半夏便神色古怪的跑来通报：侧妃娘娘，平阳侯府的陆家大少奶奶在府外求见。沈白薇，我挑了挑眉，放下手中的朱砂笔。这个女人自从陆晏殊进了东宫，便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在京城的贵妇圈里招摇过市。只可惜她那个8品闲差的夫君，俸禄连她买一盒好点的胭脂都不够，更别提陆家那个穷凶极恶的婆婆，天天变着法的搜刮她那点可怜的体便钱。她今天跑来七王府，绝不可能是来找我叙旧的。让她在前厅等着。我站起身，理了理身上的流云百服百褶裙，不紧不慢地往前厅走去。刚踏进门槛，我就看到沈白薇正坐在紫檀木圈椅上，手里端着新上的明前龙井，眼神却贪婪地扫视着大厅里摆放的极品珊瑚和汝窑花瓶，嫉妒的眼珠子都要滴出血来。听到脚步声，她猛地转过头，看到我通身气派、面色红润的模样，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但很快，她就强压下眼底的恶毒，换上了一副假惺惺的笑脸。南乔妹妹，好久不见，看你在王府这日子过得倒是舒坦。她放下茶盏，站起身，故意挺了挺胸膛，试图在气势上压过我。不仅气色好了，连这通身的打扮都有一副王妃的派头了。她特意咬住了王妃2个字，满是嘲讽。我走到主位上坐下，连个眼神都懒得施舍给她，只轻轻拨弄着手腕上的羊脂玉镯。姐姐今日大驾光临，若是只为了夸我几句，大可不必。府里事情多，王爷还等着我回去市集。有话直说吧。见我如此不留情面，沈白薇的假笑终于挂不住了。她深吸一口气，上前2步，眼神突然变得阴冷而高傲。沈南乔，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以为你那个残废王爷还能护你多久？太子殿下已经器重我家陆郎，等陆郎在东宫站稳脚跟，前途不可限量。你信不信？只要陆郎在太子面前一句话，就能让这七王府吃不了兜着走。他这副狗仗人势的嘴脸实在可笑。我佯装害怕的拍了拍心口，眼中满是讥诮。那姐姐今日来，难不成是来提前通知我准备后事的？沈白薇被我噎得一滞，随后咬了咬牙，突然压低了声音，露出了她此行的真正目的。念在咱们姐妹一场的份上，我今天来是给你指一条明路，只要你肯配合，我保你在七王府倒台后还有条活路。我强忍着笑意，什么明路？沈白薇以为我怕了，得意的扬起下巴，从袖口中掏出一个小小的白色药包，啪的一声拍在旁边的茶几上。陆郎说了，太子殿下对七王爷一直十分挂念，这包药无色无味，你只要在七王爷每天喝的汤药里加一，不出半月，他便会神不知鬼不觉的病逝。到时候太子殿下念在你的功劳上，不仅不会株连你，还会给你一笔丰厚的赏赐，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说到这里，他突然凑近我，压低声音，语气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恶毒期盼。南乔，这可是你唯一的立功机会了，那个残废有什么值得你卖命的？你不过是个冲喜的挡箭牌，他死了，你拿着太子的赏赐远走高飞，难道不比陪他陪葬强吗？我看着那包孤零零躺在桌上的毒药，心里简直要为太子的愚蠢和这对夫妇的作死鼓掌了。这就急不可耐的要下毒了。前世陆晏殊好歹也是在朝堂上摸爬滚打了几年，才敢暗中给萧景砚使绊子。现在的他不过是太子身边一条摇尾乞怜的狗，竟然妄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毒杀一个亲王。最可笑的是沈白薇，她竟然真的蠢到跑来策反我。她怕是忘了，就在半个月前，萧景砚刚刚用一个茶杯震碎了陆晏殊的门牙。我还没开口，大厅后方的屏风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极轻极冷低笑，那笑声仿佛从九幽地狱深处飘来，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沈白薇浑身一哆嗦，猛地回头看去，屏风被人从里面一脚踹开，四分五裂。萧景砚坐在轮椅上，一袭黑袍如墨，深邃的眼眸中翻滚着实质性的杀气，缓缓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给本王下毒！他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拇指上的扳指，目光像看死人一样落在沈白薇因为惊恐而惨白的脸上。平阳侯府的嫡女和太子手底下的一条狗，就只有这点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吗？王爷。沈白薇吓得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她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传闻中连床都下不了的活阎王，竟然还有力气踹碎屏风，而且刚刚她的话全被他听见了。你别乱来，我是平阳侯府的嫡女，我夫君是太子侯人。他虽然怕得发抖，却还在强撑着搬出靠山。萧景砚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只是滑动轮椅，径直来到我身边，修长冰冷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捻起桌上的那包毒药，突然凑到了我的唇边。太妃，你说这药若是让他自己吃下去，会是个什么死法？他的声音轻柔的仿佛情人的呢喃，却带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危险。我看着萧景砚那张俊美如修罗的侧脸，没有丝毫畏惧。我抬起手附在他拿着药包的手背上，顺势将其推开，然后转头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沈白薇微微一笑。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王爷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舍得毒害王爷呢？我故意把恩重如山4个字咬得很重，满意的看到沈白薇的脸瞬间绿了。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既然太子殿下如此看得起我，这药
我自然会好好留着。我转头看了一眼萧景砚，眼底闪过一丝只有我们两人懂的默契与狠辣。萧景砚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他明白我的意思了。半夏，我突然对外头喊了一声：“送大少奶奶出府，记住从后门出去，别让人看见。”沈白薇像蒙获大赦一般，连滚带爬的站起来，连那包毒药都忘了拿，跌跌撞撞的逃出了前厅，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萧景砚才收回目光，将那包毒药随手扔进了一旁的炭盆里，白色的粉末瞬间被火焰吞噬，化作一缕青烟。你就这么放他走了？他似笑非笑的看着我，当然不。我转过身，对上他深不可测的眼眸。姐姐既然上门送礼，臣妾不回个大礼，岂不是显得我们七王府不识抬举？我走到炭盆边，看着那跳跃的火苗，缓缓说道：“陆晏殊既然进了东宫，太子肯定会想办法给他立个功。下个月初5便是太子的寿宴，据说今年江南一带水患严重，朝廷正缺银子赈灾。太子若是在寿宴上提出让百官捐款，这不仅是一场敛财的机会，更是铲除异己的最佳时机。”我顿了顿，转头看向萧景砚那双因为我的话而微微眯起的眼睛。王爷，如果我没猜错，太子和陆晏殊的计划不仅仅是下毒这么简单，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趁着寿宴发难，给您扣上一顶贪墨赈灾款，甚至谋反的帽子。萧景砚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足以冰封千里的肃杀。他原本搭在轮椅扶手上的双手猛地收紧，手背上青筋暴突，下一秒他竟然在没有任何人搀扶的情况下，稳稳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那个传闻中3年未曾下地，双腿坏死如枯木的活阎王，那个在所有人的阴谋算计中被当作将死之人的残废亲王，此刻身形如箭般笔直，高大的站在我的面前，像一尊从修罗场中走出的战神。既然他们活腻了，这块磨刀石，本王便收下了。他一步一步地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低沉的嗓音犹如雷霆前夜的战鼓。沈南桥，下个月初5的东宫寿宴，你陪本王一起赴宴，我们去收网。东宫寿宴名义上是贺寿，实则是太子为赈济江南水患设下的捐款鸿门宴。满朝文武如履薄冰，太子端坐高堂，指尖轻扣桌案，笑意温和，却藏着锋芒。诸位大人，江南水患肆虐，百姓流离失所，今日借孤寿宴，还望各位能慷慨解囊，救救天下苍生。说着，便有官员陆续上前递上银票，太子一一笑纳。其侧稍下，刚被提拔入东宫的陆晏殊，身着青色官服，虽只是8品小官，却挺胸昂首，一副狐假虎威的模样。女眷席上，沈白薇头戴借来的金蕾丝，红宝石步摇，被几位夫人围着奉承。她故作轻叹，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周遭人听见。唉，也就我家陆郎争气，能得太子殿下青眼，不像我那庶妹南乔，替我嫁入七王府，守着个双腿坏死，连床都下不了的活魔王。今日这京城盛会，怕是只能在王府里以泪洗面了。七王爷，七王妃到！太监的通报打破喧闹，大殿瞬间死寂。沈南乔身着绛紫色织金王妃正装，头戴九尾凤钗，推着纯金轮椅上的萧景砚，在10名玄甲卫护送下步入大殿。萧景砚一身玄色蟒袍，闭目养神，苍白的脸上透着久居上位的杀伐之气，压得众人喘不过气。太子家2人登场，眼底掠过一丝阴寒，随即又堆起笑意，皮笑肉不笑的开口：“七弟身子不适，何必亲自前来？来人，给七弟看座。”顿了顿，他话锋一转，语气带着刻意的刁难：“今日诸位大人皆为江南百姓慷慨解囊，七弟身为皇室宗亲，想必也不会吝啬。不知七王府打算捐多少银子，以解江南之困呢？”萧景砚缓缓睁眼，眸底寒光乍现，冷笑一声：“皇兄开口，臣弟怎敢不从？只是臣弟的贺礼，并非银票那般俗物。南乔，呈上来。”沈南乔应声取出锦盒，当众打开，里面一沓厚厚的账册赫然在目。陆晏殊见状，立刻站起身，故作不屑的冷哼：“七王爷莫不是在戏耍殿下？这账册能当银子用吗？怕不是拿不出银子，故意用这废纸搪塞。”沈南乔抬眸，似笑非笑的看向他，声音清亮，传遍整个大殿：“陆大人急什么？这账册里记的可比银票金贵多了，里面字字句句都是江南赈灾款的去向，还有人私吞克扣的铁证，说它是金山银山也不为过。只是不知这些本该救百姓于水火的银子，都藏进了谁的私库？”太子脸色骤变，猛地拍案而起，厉声呵斥：“放肆！沈南乔，你一个妇道人家，竟敢在东宫大放厥词，污蔑朝廷命官！来人，把这疯妇给姑拿下，严加处置！”禁卫军刚要拔刀上前，沈白薇突然疯了一般冲出女眷席，指着沈南乔的鼻子尖，尖声嘶吼：“殿下息怒！这贱人就是心怀叵测！半个月前，他亲自找到我，塞给我一包毒药，让我给七王爷下毒，还说只要事成就保我荣华富贵。不仅如此，他还口出狂言，说要联合七王爷谋害殿下，夺取储君之位。这等毒妇！死不足惜啊！”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议论声此起彼伏。平阳侯吓得浑身发抖，扑通一声从椅子上滚下来，伏在地上连连磕头：“殿下饶命！臣不知小女竟有如此狼子野心，
臣与他断绝关系，断绝关系啊！陆晏殊眼中闪过一丝狂喜，立刻跪倒在太子面前，大义凛然的叩首。殿下，臣的内子所言句句属实。七王爷手握重兵，却常年称病，实则是拥兵自重，图谋不轨。这几本账册定然是他贪赃枉法的罪证，还请殿下即刻下令捉拿这对乱臣贼子，以正朝纲。禁卫军瞬间包围二人，太子得意狂笑，萧景焱却淡淡开口，缓缓将手放在轮椅扶手上，咔嗒一声暗扣弹开。那个坐了3年轮椅、被断言双腿坏死的活阎王，竟干脆利落地站了起来，身姿挺拔如战神，毫无半分迟钝，全场死寂，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太子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瞳孔剧烈收缩，指着萧景焱的腿，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的腿明明已经血库坏死，怎么可能站起来？”萧景焱一步步走下台阶，皮靴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如死神的琼音，压得众人喘不过气。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太子，语气冰冷刺骨：“让皇兄失望，那点南疆的破毒还伤不了本王。这些年，本王安分守己，不过是想看清楚皇兄和你身边这群蛀虫到底能贪没多少民脂民膏。”他抬手一挥，朗声道：“带上来！”大批身披重甲、杀气腾腾的刑部官差和御林军涌入大殿，为首的刑部尚书躬身行礼：“臣参见七王爷，奉陛下密令，查抄太子一党贪墨赈灾款一案，请七王爷示下。”太子脸色惨白，踉跄着后退2步：“不可能，父皇怎么会知道？你们都是假的！来人，把他们都拿下！”可他身边的禁卫军早已吓得不敢动弹，局势瞬间逆转。沈南桥走上前，将手中的账册狠狠砸在陆晏殊脸上，厉声呵斥：“陆大人，自己看看，这账册上写的是什么？太子克扣军饷、贪墨赈灾银，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而负责伪造账目、交接赃钱的，不就是你吗？你也配在这里大义凛然？”陆晏殊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吓得面无人色，疯狂地撕扯着账册，嘶吼道：“这不是真的，是污蔑，是你们伪造的！殿下，臣是冤枉的，臣只是个小小的文书，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您吩咐臣做的。”太子自身难保，见陆晏殊竟想攀咬自己，气得双目赤红，一脚将他踹飞。狗奴才，竟敢背着姑私吞款，还想攀咬姑，你死不足惜！两人互相指责厮打，丑态毕露，满朝文武皆面露鄙夷。沈南桥走到瘫倒在地的沈白薇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从袖中取出一包毒药和一张供状，扔在他面前：“李姐，你说我要下毒谋害王爷，那这包江南七星娥的秘药是怎么回事？”沈白薇看着那包毒药，浑身发抖，声音发颤：“不是我，是你陷害我！”“陷害你？”沈南桥轻笑一声，语气冰冷：“卖药的掌柜已经被刑部收押，他供出买药的银票上盖着的是你平阳侯府大少奶奶的私印。姐姐，你这贼喊捉贼的戏码也太拙劣了。”沈白薇看着供状上的私印，瞬间面如死灰，彻底绝望的瘫软在地。刑部尚书随即高声下令，将太子、陆晏殊及所有涉案官员全部拿下，打入天牢。御林军一拥而上，冰冷的枷锁套在众人脖子上，将他们拖了下去。沈白薇被拖走时，突然挣脱侍卫的手，披头散发的扑向沈南桥，凄厉的嘶吼：“沈南桥，是你算计我！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我是平阳侯府嫡女，我不能坐牢，我要当首府夫人！”沈南桥俯身凑到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残忍的低语：“首府夫人，你想都别想！你婆婆陆母因为在家中搜出大量赃银，已经被判流放3000里。姐姐，你不仅当不成首府夫人，还要在天牢里陪着你那只会吃软饭、贪赃枉法的男人共度余生。”沈白薇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双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萧景焱缓缓走过来，重新坐回轮椅，并非不能站，只是不愿在老皇帝面前暴露全部实力。他伸手紧紧握住沈南桥的手，声音温柔却坚定：“沈南桥，走，回家。”沈南桥回握住他的手，眼底满是笑意：“好，回家。”这场以命相赌的博弈，他们终究是赢了。东宫之变后3个月，太子因贪墨赈灾款、勾结朝臣等罪名，被老皇帝褫夺储君之位，贬为庶人，圈进宗人府。依附太子的官员尽数被清算。陆晏殊因伪造账目、私吞回扣，被判秋后问斩。平阳侯府虽极力撇清关系，仍被褫夺爵位、抄家流放。沈白薇随夫家打入天牢，死囚牢。冬至之日，京城下起第一场大雪。沈南桥身着胡白裘皮大氅，踏入阴森的天牢。牢头谄媚引路，穿过幽暗甬道。他站在 D 字号牢房铁栅栏外，看到蜷缩在角落的沈白薇和陆晏殊。沈白薇披头散发，囚服破脏，双手长满冻疮且溃烂。陆晏殊一条腿被打断，发着高烧，胡言乱语着自己是解元首府。来看我的笑。沈白薇死死抓住铁栅栏，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疯狂的嫉妒与怨毒，嘶吼着质问沈南桥：“沈南桥，凭什么前世你能当一品诰命，这辈子还能做王妃？我明明抢了陆晏殊，我明明应该是首府夫人，为什么会落得这般下场？这不公平！”沈南桥示意牢头退下，缓缓蹲下身子，隔着铁栅栏看着他扭曲的脸庞，语气平静却字字如刀：“公平，嫡姐，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抢走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能让你飞黄腾达的依靠。你什么意思？沈白薇浑身一僵，声音发颤。前世陆晏殊相识落，是我变卖了母亲留下的所有首饰，买通了主考官的门生，替他弄到了考题，他才得以中举。沈南桥缓缓开口，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砸在沈白薇心上。他那些被大儒拍案叫绝的策论，每一篇都是我熬了无数个夜晚，查阅了无数古本，模仿他的笔记，替他代笔写的。他能在官场上步步高升，是我四处周旋，替他挡明枪暗箭，用我一手精妙的医术结交权贵，为他铺平了所有道路。他轻笑一声，语气里满是嘲讽。姐姐，你拼尽全力抢走的，不过是一坨离了我就只能烂在泥体里的废物而已。你以为的绝世良缘，从来都是我施舍给他的。真相如9天惊雷，狠狠劈在沈白薇的天灵盖上。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嘴唇剧烈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原来他这一世的算计，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笑话。不可能！你骗我！沈白薇彻底疯癫，拼命摇动着铁栅栏，哭嚎着求饶。沈南桥，我错了，我把陆晏殊还给你，你把王妃之位让给我好不好？我再也不跟你抢了，求你救救我！此时一直昏迷的陆晏殊被哭声惊醒，听到沈白薇要把自己还给沈南桥，顿时暴怒，拖着断腿，疯了一般爬过来，一把掐住沈白薇的脖子，嘶吼道：“贱人，都是你！不是娶了你这个丧门星，我怎么被东宫连累？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我要杀了你！”放手！你这个废物！是你没有，关我什么事？沈白薇拼命挣扎，反手一巴掌扇在陆晏殊脸上，两人在肮脏的牢房里互相撕咬扭打，咒骂声、哭喊声混在一起，丑态百出。沈南桥站起身，眼底最后一丝戾气彻底消散，冷冷留下一句：“慢慢咬吧，祝你们黄泉路上也能做一对永不分离的怨囚。”说罢，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天牢。天牢外大雪纷飞，将整个京城银装素裹。一辆宽大华贵的黑金马车停在路边，车帘掀开，萧景砚撑着一把绘着红梅的24股油纸伞，身姿挺拔如松，稳稳地站在雪地里。他早已不再需要轮椅。看到沈南桥出来，他快步上前，将伞稳稳倾向他头顶，伸手握住他冰凉的手，裹进自己的袖中，语气带着宠溺的调侃：“戏看完了，看你脸色这么差，莫不是被那对狗男女气到了？”沈南桥摇摇头，眼底带着笑意：“没有，只是觉得他们终究是自食恶果。”萧景砚低头，在他耳畔轻咬了一口，声音低沉沙哑：“本王的王妃犯不着为他们动气，况且本王的腿好美好利索，王妃昨夜不是已经亲自检验过了？”沈南桥脸颊一热，嗔怒地瞪了他一眼：“不正气！”萧景砚轻笑，弯腰将他大横抱起，稳稳放进温暖的马车。走，回府，给你暖身子。次年春天，老皇帝驾崩，传位密诏揭晓。萧景砚隐忍数年，一朝登基为帝，改元建昭。登基大典当日，萧景砚越过繁文缛节，亲手牵着沈南桥走上白玉阶，册立她为皇后。礼官的唱报声响彻云霄。沈南桥身着正红色凤袍，头戴九龙四凤冠，并肩站在萧景砚身边，俯瞰着阶下乌泱泱跪着的文武百官。那些曾经欺辱他、算计他的人，早已化为尘埃，无复存在。萧景砚侧过头，深邃的眸子里映着万里江山，也映着他的身影，语气温柔：“在想什么？”沈南桥回过神，满手握紧他的手，十指紧扣，眉眼弯弯，在想当初那份换亲的耕田，真是我这辈子收过最好的礼物。若不是那份耕田，我也不会遇见你，不会有今日。萧景砚爽朗大笑，当着百官的面将他揽入怀中，语气霸道而温柔：“这天下是本王的，你也是本王的，谁若敢伤你分毫，本王便要他九族连坐，灰飞烟灭。”阳光洒下，照亮了这对历经生死、携手并肩的帝后。这一世，沈南桥不仅赢了，更赢得漂亮至极。